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我承认我可能这个主题也是偷来的，没有啦。这个主题是我看到一些人，他们也有在分享他们出去玩是怎么打包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也有打包的心得，那也可以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不过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专门坐飞机会遇到的情况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开车，你坐火车，不是搭飞机的时候，你想要带多少都可以。因为现在物价上涨，有一些航空公司开始有更多的行李限制，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不想要带那么多东西，或是你想要保留空间买更多的东西，那当然一开始你就不能带太多东西。刚刚镜头有捕捉到有虫直接飞在我眼睛上吗？到底吓死我了！而且我不在我房间吃东西，我也不喝饮料，我只有喝水而已。苍蝇还是想飞进我房间，我也是。好，我也来。那我有3个方法来帮助你减轻重量，减少你需要带的体积。第一个方法就是一物多用。这边我的意思是说，一项产品不只有一个功能，像是 CeraVe 的乳液，那这个你就可以拿来擦脸。然后我带出去的话，我也会把它擦在身体相对比较干的部位，我就不会全身擦乳液，我就是擦在手肘啊、小腿比较容易干的地方。或者是你脸有脸的东西，你可能不想要带乳液，像我可能有些时候精华液就够了，那我就会带这种小罐的护手霜，拿来擦手脚干裂的地方，我就不用带大罐的乳液。假如说夏天的话，你一定是会带防晒，那你一定是全身全脸擦防晒，那我就会用卸妆棉。我知道我之前说我不是很喜欢卸妆棉，但是出去玩卸妆棉真的蛮方便的，可以卸脸的、身体的防晒，而且这样子一包小小的带出去玩就不需要再带回家了。然后我就会带这种眉粉，它这个颜色啊，你除了画眉毛之外呢，你也可以拿最浅的颜色，可能先稍微眼皮打底啊，中间的颜色就可以画鼻影，还有画一些眼窝处的地方，你就不需要带大盘小盘的眼影。然后呢，这一个我没有那么喜欢，但是你可以找类似的，就是阿咪咪这一个小方盒，它这种4色眼影，还有2个腮红。我记得我之前好像说我蛮不喜欢这一盒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显色度很差。我发现啊，这个紫色的腮红可以多多少少拿来当提亮膨胀色。对，然后出去玩也不会化那么重的妆，所以其实这个显色度还可以。而且它这一个亮片色啊，我就是拿来当打亮。这边眼皮中间打亮，眼头打亮，3根两颊打亮。我刚刚全部就只用这一颗而已。所以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一物多用，你就不需要每个产品都带到。第2个方式，分装小瓶，像我就会收集这些小香，而且香水可以放很久，所以我就是收集起来出去玩再用。然后卸妆液的话，我也会拿这种小瓶的装，而且有时候，假如说你的卸妆水可能还是不够力，那我就会在卸眼妆的时候，顺便拿沾湿的化妆棉把脸也撸一下，因为这里面有油的成分，所以多少可以再帮助卸妆。那后续就是脸要洗干净，我就会带这种30ml 的精华液，是什么烟碱胺啊、B5这种超百用的保养品，这样子我就不用带很多瓶瓶罐罐的东西。我录完才发现分装小瓶这边我没有说的很完全。分装小瓶的话，还可以带这种小样或者试用包。试用包通常都是1ml、1.5ml，那这个量刚好可以擦脸、脖子、前胸还有后背，所以你一包用完就可以丢掉了。那如果是小样的保养品，你也可以把它加进你的小样的身体乳里面，你尽量把它擦完，就不要再带回家了，不用再剩一咪咪了。但如果是1ml的粉底液试用包，我会觉得比较不方便，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就用完，
它很容易流出来，你就需要想办法去封住那个封口。那我就会建议你带小样的。第3就是轻薄底妆，这样子你上的产品就比较少，比较可以避免你的底妆土石流。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回到饭店，回到 hostel 去休息，去补妆，然后再出去，应该是可能在外面玩好玩满，晚上再回住的地方休息。我会觉得我不想要画一个很厚重、很精致的底妆，这样子万一我底妆溶解，这样很尴尬欸。而且轻薄底妆就代表你不需要带那么多的产品。我今天为了要示范轻薄底妆，所以我画了2种不同的底妆，可能你看不太出来。像我左半边这边，我就是先用无色的防晒，无色防晒就可以拿来擦身体、擦脸。我用的是嘉利宝的无色防晒。如果你是很喜欢粉底液的人，那我就建议你选遮瑕度比较好一点的粉底液，可以叠擦的。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带遮瑕，你就是在你需要遮瑕的地方再上第2层粉底。那右半边今天我用的是安咪咪的这个水润透亮防晒乳，我用的是紫色的，它也有粉红色的，可以提亮气色，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它多多少少可以帮你校正肤色。那我就不需要再上一个底妆，我会拿可以遮瑕为主底妆为辅的遮瑕膏、遮瑕液上在需要遮的地方，像是我今天这边啊，还有就是有一些痘疤的地方，鼻翼泛红处、脸颊泛红处也是用它。而且遮瑕液通常它会扒在你的脸上，那我就是用我平常的量，然后我就是会轻轻的拍开你周围，你可以这样子一直拍，我就是这样一直拍，用点的方式。然后遮瑕液就会慢慢的被我大范围的推开，但是我可能就是这一块我就没有上到遮瑕，这边我有用一点提亮色的遮瑕。最后全脸我就是使用这种粉饼、蜜粉饼，可以补妆的，可以定妆的，这样我就不需要带太多东西，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化妆可能就只是为了拍照好看，不要我的照片看起来太狼狈。当然你已经出去玩了，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，我不想要那么早起，然后化1个小时的妆，会压缩到我出去玩的时间。我会可能把底打好就好了，然后比较着重在眼妆，而且大部分人都会修图用滤镜吧，所以其实底妆不需要画到那么的完整。我刚刚忘记跟你们说了，出去玩的时候，像目前的季节出去玩就是比较热，除非你去南半球，你在外的时间又比较长，你带妆的时间比较长，那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带眼影打底。那台湾最好买到的牌子就是 MAC 跟 NARS， 当然还有药妆店的，但我没有试过，而且我觉得药妆店的持妆力应该不会像专柜的那么好。那我个人最推荐天气热的时候可以使用 NARS 透明的眼影打底，我觉得它这个持妆力是最好的。那他们也有出润色效果的，这一个持妆力我觉得稍微比较弱一点，比较适合秋冬的时候使用。那 MAC 也有24小时眼影底霜，我觉得它跟 NARS 润色效果的持妆力差不多，不过 MAC 的是透明的。如果你需要眼皮暗沉校正，那就可以选 NARS 的，而且他们其实体积也不大，建议你们有在画眼妆的人一定要带到。那我自己呢，我知道有些人会带那种上翻式的，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那一种，我觉得我用那个没有那么顺手。那我自己其实用最久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那个 Carpisa 意大利的这个小乌龟的牌子，我自己是用这个啊，有点脏脏的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在卖这一款，但我觉得这个很方便，因为它这边是一个这么大的，这边呢你可以就是放刷具，或者是你化妆的东西在这里，那就可以跟盥洗的东西分开。这边有3个小隔层，你可以插你的小香啊、指甲刀啊什么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放罐装的东西，而且它这边里面还有个拉链，那这个拉链里面我可能就会放卫生棉、棉条之类的，去把它区隔开来。最后它后面还有这个，
2个袋子，我会放一些一包一包的东西，像是这一个可以插在这里，这种比较扁形的东西。虽然它这一个呢，它是一个这样子，我会自己带一个钩子，这样勾住，然后挂在浴室，挂在洗手台旁边。我比较习惯这种隔层很多的包包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样啦。那再来呢，因为我之前住在欧洲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欧盟申根国境内玩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会选择联航。廉价航空基本上就是让你带手提行李，你手提行李不能太大件，但大部分的情况下，他们就是会看你的手提行李的大小，而且你过安检的时候，它只让你带1公升以下的液体，反正就是塑胶的保鲜袋的大小，而且它要你透明的液体，一定要从行李箱里面拉出来，分开给它检查，你不能放在包包里面。我会建议你可能就是打包的时候先放在最上层，你这样只要拉一个角，你把你的液体包抽出来就可以了。那液体最多只能带1公升，每一个罐装的都要小于100毫升。怎么样算液体呢？像是洗发精啊、乳液、遮瑕膏、面膜、日抛隐形眼镜都算。我有个朋友，因为那时候他好像是玩1个月还2个月吧，所以他一定要带好带满。然后他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，他带太多东西了，他就只好把他的面膜丢掉。然后我有一次也是，我在过海关的时候，那海关非常热心的帮我减少液体。他看到我的睫毛膏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好像快没了，可以丢。香水好像快喷完了，可以丢。”如果你不想让人家去检查到你，你不想要丢你的东西，那你就确保你不要带超过。当然，有些东西它就是液体的，你没有办法取代。所以，如果是有粉状类的产品，那我就会建议你尽量用粉状类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分开包。举例来说，有些时候你会为了节省空间，你只会带几套内衣裤、袜子去替换，那这时候你就需要带洗衣服的东西吧。那我就会选择用洗衣粉。我那个罐子丢掉了，我会装在一个很像扭蛋玩具的那个一个盒子里面，里面就会装洗衣粉。或者是如果我看到 hostel 或饭店他们有吸收乳，那我就会用吸收乳来洗我的内衣裤、袜子。或者是说不用带洗面乳，你可以带像是嘉利宝酵素洗颜粉，它就是一个小小的，非常方便。洗颜粉其实不只可以洗脸，因为它其实一罐那么小一个，你洗脸还太多嘞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倒出来，然后洗你的身体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哪一个一次把它用完，因为它也不好收藏，你放在浴室它可能会受潮，浪费了嘛。粉状类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使用蜜粉、蜜粉饼，而且你可以选择含有防晒系数的粉饼。虽然它效果当然没有防晒乳那么好，但是你可以在补妆的时候多少补防晒。像是 Maybelline 的那个粉饼，它就有防晒系数。我看到一个 YouTuber， 他说他会把液体状的东西挤在那个手套里面，然后用橡皮筋把它绑紧。你一次要用，你就是剪一个手指头下来，护发乳啊什么的，这样子很方便。那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那个方法，他的方法我觉得也蛮酷的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我的方法就是，我会使用这种一包一包的，我会带这种夹子。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在洗澡前先把它剪开，不然你洗澡在那边湿湿的时候，它怎么样都不会给你开，你就会觉得在洗澡前要先剪开，然后我会剪一个小洞，所以我不会一次把它挤完嘛，所以我就是挤我要的量之后，我就会把它反折，然后用夹子夹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这样子倒啊，或是你放在包包里面啊，它都不会露出来，它也不会乱流，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。或者是你可以带潘婷这个护发的，这一个护发其实你也可以多次使用。它这个壳是你打开之后，然后呢，我就会把这个撕半开而已。我把我要的东西挖出来之后呢，我就会再把它放回这个座里面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。这样子它也不会乱洒，它也不会乱流，多多少少隔绝
水分、水汽跑进去，这种东西真的是用完就可以丢了。就是我会尽量选择用完就可以丢的东西，我就不用再把它带回家。我自己的旅游情况通常就是在欧洲，那我自己如果是有关于带彩妆保养类的东西啊，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法国，那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带很多，你可以在第一天的行程先去药妆店采买，会卖理肤宝水、雅漾，就是大概10几欧、20欧的那个价位的药妆店，去那边采买就可以了，因为它那边真的很好买，它不只有正货，还有很多小样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伤心哦，因为我带手提行李，我只能买一个小样，我没有办法买那些正货。但是很多亚洲人会带行李箱，然后去买一堆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有点吓到，那如果你是去德国、奥地利、捷克的，那你就会看到德国的平价药妆店的牌子 DM， 克罗埃西亚也有，但是他们是有另外一个牌子，我会一样放在上面给大家。在药妆店里面，它有一区一盒一盒一盒的，里面全部都是小样。他们也有护发乳的，也是这种一包装的，18的洗发精啊、沐浴乳，然后有小样的体香剂 ，hairspray 也有。当然，除了彩妆类的啦，那边都有。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没有带到，或者是你不想要带那么多，你想要在那边买完就丢在那，你就可以去那些药妆店买。那你就可以带一些你自己习惯的彩妆品，那保养品就留到那里再买。最后叮咛一点，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，尽量带自己使用刚刚那是一只果蝇吗？我家最近果蝇超多的好烦啊！回来带原本就适合自己的产品，你不要觉得说今天柜姐给你一个酸类的试用包，然后你带去，可能你不习惯那个酸类的产品。我觉得带最能镇定你的皮肤的，也要注意去的地方的气候。像是有些地方你太热，你会出去晒，那你就带会镇定、会保湿的产品。如果你去的地方很冷，那你就是可以带一些有油脂类的产品，才不会一个气候转换，你觉得你的脸会干到脱皮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像是这种试用包的其实很多垃圾也是蛮浪费的。我好矛盾啊，怎么办？我希望你们可以减少制造垃圾，但是有些时候出去玩带的一些这种小样就在垃圾桶里面，也不会回收。不要再想，不要多想。如果你有一些不同的更好的打包方式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。或者是如果你想知道我怎么打包行李的，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。我目前是没有打算拍，但是如果你们想知道，我也可以试着拍拍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